准备好你的耳朵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将走进一位智勇兼备、死后让国家瞬间崩溃的传奇将领李牧。他是赵国最后的守护神，也是战国末期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名将。他不靠蛮力，而是以严密的防守、精准的出击，数次击退匈奴、燕军和秦兵，令强秦不敢妄动。但命运最讽刺的地方是，李牧不败于战场，却败于朝堂。当赵国被奸臣离间，将李牧赐死的那一刻，赵国也失去了最后的倚仗。短短数月，秦军再临，赵国覆灭。他的一生是战国战术的巅峰，也是忠臣难逃的悲剧写照。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位以一人之力撑起一国的绝世良将李牧。公元前260年左右，赵国在经历鼎盛后已渐趋衰落，一场长平之战更是让赵国精锐尽失，40万士卒被秦将白起坑杀，赵国元气大伤。从那时起，秦国吞并6国的脚步便再也无法阻挡。约20年后，当赵国国力在战后持续衰退时，就在这片哀鸿遍野的土地上，赵国北境的长城之外，却有一位将军正默默地守护着赵国的最后一道屏障，他就是李牧。那时秦国的铁蹄还未真正踏足赵国的核心腹地，赵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方草原上那些来去如风的游牧部落匈奴。他们如同逐草而居的狼群，饥饿时便南下劫掠，饱食后又遁入茫茫草原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李牧被任命为代郡、雁门郡边军统帅，他所面临的是一个棘手的局面。草原骑兵的机动性极强，赵国边军若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，往往会陷入追逐的泥沼，难以捕捉其主力，反而会因战线拉长而损耗巨大。更何况长平之战后，赵国的国力已然大不如前，每多一场战争便多一分耗损。李牧深知这一点，他抵达边塞后并没有急于建立功勋，而是采取了一种令人费解的防御策略。他下令将士们每日只需加固营垒，侦察敌情，无论是匈奴的轻骑兵如何挑衅，甚至将牛羊放置营寨近处引诱赵军出击，李牧都严令将士们坚守不出。每日犒赏士卒的肉食、美酒却从未间断，甚至连战马的饲料都比寻常要多几倍。他规定，每当匈奴大队人马靠近，斥候便立刻鸣金示警，而营中的将士们则迅速收入物资，退入壁垒之中，紧闭营门，如同乌龟缩进了壳里。赵军的将士们心中疑惑，这究竟是何战法？难道将军竟是惧怕匈奴不成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数年，匈奴人渐渐摸清了赵军的脾性。他们发现，这支赵军无论是怎么挑衅，都像是打不还手的木桩。于是匈奴的骑兵们更加肆无忌惮，每一次劫掠都如同在草原上闲庭信步一般满载而归。草原上甚至流传起这样一句话：牧人懦弱，不足与战。意思是李牧此人胆怯懦弱，根本不值得与他交战。这种胆怯的名声传回了赵国都城邯郸。赵王听闻之后震怒不已，他召回李牧，指责其怯战无法守土。李牧却不慌不忙、不卑不亢地对赵王说：大王啊，臣并非惧怕匈奴，而是此地地形复杂，匈奴又来去无踪，若要彻底击败他们，绝不能靠简单的硬碰硬。臣所用的乃是避其锋芒，诱敌深入，拒而歼之的策略。如今匈奴已轻敌，我军也已蓄足力量，时机将至。赵王不解其意，但他急于看到边境安定，便强行撤换了李牧，派了另一位将军接替他的职务。新将军上任后，立刻改变了李牧的旧有策略，开始主动出击。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，赵军屡战屡败，死伤惨重，边境的劫掠反而变得更加频繁，匈奴人更是有恃无恐。此时赵王才意识到李牧的先见之明，他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召回李牧，
请求他再次出山镇守边疆。李牧却一口回绝，大王若坚持用臣之前的策略，臣自当从命，若非如此，恕臣不能领命。臣的计谋已经让匈奴人轻敌，若反复无常，反倒会让他们警惕。赵王急了，苦苦哀求，最终答应李牧，允许他全权负责北境军务，不干预他的任何决策。李牧这才重新披挂上阵，回到了他坚守多年的边塞。当李牧重新出现在赵军营中时，将士们心中充满了敬意。他们知道将军的智慧并非凡人可比。李牧依旧沿用他那看似懦弱的防御策略，每天照例犒赏士卒，但依旧坚守不出。匈奴人听闻李牧复出，开始时还有些警惕，但眼见李牧还是老样子，便又恢复了之前的轻蔑。他们认定李牧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，根本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。这正是李牧所等待的。在一个天高云淡的清晨，李牧召集麾下所有将领，下达了作战命令。他部署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宏大计划。他首先将数万只牛羊散放在边境的草地上，看似是无人看管的诱饵。匈奴人果然上钩了，大批骑兵如同饿狼一般扑了过来，试图抢夺这些肥美的牲畜。李牧命令一部分精锐骑兵伪装成溃败的模样，故意在匈奴面前展现出不堪一击的态势，引诱匈奴人深入赵国腹地。匈奴人看到赵军如此不堪一击，更是得意忘形。他们认为李牧还是那个胆小鬼，赵军不过是一群绵羊。于是更多的匈奴骑兵呼啸而至，像潮水般涌入了赵国边境。他们想将赵国的边境地区一扫而空。当匈奴的先头部队已经深入到预设的包围圈时，李牧一声令下，赵军的主力部队如同地底突然冒出的利刃，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。他调集了1300辆战车，13000匹战马，搭配5万精锐步兵和10万弓弩手，总兵力达16万余人。这些年养精蓄锐的士兵，此刻个个如猛虎下山。赵军主力首先截断了匈奴人的归路，让他们陷入了绝境。匈奴人这才意识到他们上当了，眼前这支看似懦弱的赵军竟是一头蛰伏已久的猛兽。李牧亲自坐镇中军，指挥着赵军进行围剿。他将部队分为多个部分，战车在前，骑兵在后，步兵协同，如同巨大的铁钳，将匈奴人死死钳住。战场之上，战鼓雷鸣，号角震天。赵军士气如虹，他们心中积压多年的隐忍和耻辱，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赵国的骑兵在李牧的指挥下，如同旋风般穿插冲锋，将匈奴人的阵型冲得七零八落。匈奴人的战马在赵军的箭雨下悲鸣倒地，他们的勇士在赵军的刀割下血肉横飞。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匈奴人即便再勇猛，也无法抵挡赵军如此精密的配合和强大的攻势。他们试图突围，却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都有赵军的重兵把守。战役持续了数日，整个战场被血腥和硝烟笼罩。最终，匈奴人的主力部队几乎被全歼，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之众，其首领狼狈逃窜。其余的匈奴部落吓得魂飞魄散，他们狼狈逃窜，此后10多年都不敢再进犯赵国边境。这一次，匈奴人终于见识到了牧人的真正力量。李牧一战而定乾坤，彻底解除了赵国北方的边患。这一战不仅展现了李牧卓越的军事才能，更证明了他隐忍不发、诱敌深入的战略远见。他用数年甚至10年的时间布下了这个局，最终一举歼敌，使得赵国北部边境获得了宝贵的安宁。然而，边境的安定却无法挽救赵国日益衰微的命运。在李牧镇守北方的那些年里，南方的秦国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加速着他的统一进程。秦国的法家变法彻底，军功授爵制度让每一个士兵都为了功勋而疯狂，
他们的军队如同饥饿的狼群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秦国的每一次扩张都意味着一个古老国家的消亡，而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，曾经的东方霸主，此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公元前233年，秦国开始对赵国发动大规模进攻，目标是直捣赵国的军事重镇宜安，彻底摧毁赵国的防线。赵王紧急调遣北疆名将李牧火速南下迎敌，这是李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秦国主力大军的交锋。当李牧率军抵达宜安前线时，秦军的攻势如同狂风骤雨。桓乙率领的秦军战力惊人，他们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，士气高涨，一心只想立下不世之功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李牧没有丝毫的退缩，他仔细勘察了地形，分析了秦军的战术特点。他发现秦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攻坚能力和野战冲锋，但同时秦军的后勤补给线相对较长，若能有效阻断，便可使其陷入困境。李牧采取了与匈奴战役相似但又更具针对性的策略，他选择了坚守不出，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。他命令赵军构筑坚固的营垒，深挖壕沟，设置鹿角，严阵以待。无论秦军如何叫骂，如何挑战，赵军都纹丝不动，如同铁壁铜墙一般。桓乙的秦军在赵军的营垒前多次发起猛攻，却始终未能攻破赵军的防线。秦军将士们感到沮丧，他们习惯了摧枯拉朽的胜利，面对李牧这种乌龟缩壳式的防御，一时间竟然束手无策。数月过去，秦军精锐被困在赵国边境，久攻不下，粮草消耗巨大，将士们士气低落，怨声载道。桓乙焦躁不安，他清楚再拖下去对秦军极为不利。就在此时，李牧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，他派出一支轻骑兵，假装偷袭秦军的运粮队。秦军急于保护粮草，便派出一部分兵力前去追击。就在秦军分兵之际，李牧突然发起了反攻。他命令赵军的主力部队如同猛虎出笼，从营垒中倾巢而出，直扑秦军主力。李牧亲自指挥，赵军将士们在长期防守中积蓄的锐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，他们如同潮水般涌向秦军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秦军猝不及防，阵型大乱。李牧抓住机会，指挥赵军骑兵从侧翼包抄，对秦军形成了合围之势。桓乙见势不妙，试图指挥秦军突围，但赵军如同铜墙铁壁一般，将秦军死死困住。这场战役最终以秦军的惨败而告终。秦军损失惨重，秦军的精锐力量受到重创。桓乙兵败后不敢回秦，辗转逃至燕国，后因荆轲刺秦事件牵连，最终被秦军追杀。李牧再次以他惊人的战略才能挽救了赵国于危难之中。这一战不仅击退了秦国的入侵，更让李牧的名声达到了顶峰。秦王嬴政闻之大惊，他知道只要李牧还在，秦国吞并赵国的计划就将面临巨大的阻碍。然而李牧的胜利只是延缓了赵国灭亡的脚步，却无法改变大势。赵国的国力在连年的征战中早已被消耗殆尽。更要命的是，赵国朝廷内部的腐朽和争斗远比外部的敌人更加致命。赵王谦继位后昏庸无能，他听信谗言，疏远贤臣，亲近奸佞小人。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郭开。这个郭开贪婪无度，善于阿谀奉承，他深得赵王谦的信任，却一心只为私利。秦王嬴政深知正面战场上李牧是难以逾越的大山，他于是改变了策略，决定从赵国朝廷的内部瓦解这道防线。他派出大量的间谍，携带重金潜入赵国，买通了郭开等赵国大臣。秦国的离间之计就此展开。公元前229年，秦国再次发动了对赵国的总攻。这一次，
秦国派出了2位顶级名将王翦和杨端和。王翦是继白起之后秦国最强大的将领之一，他几乎未尝败绩。他深知李牧的厉害，因此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格外谨慎。他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，步步为营，不给李牧任何可乘之机。李牧再次被任命为赵军主将，他带领赵军与秦军在肥地和潘吴两地对峙。面对王翦和杨端和的联手进攻，李牧依然展现出他卓越的指挥才能。他深知赵国国力不如秦国，不能硬拼消耗，他依旧采取坚守为主的策略，利用赵国地形复杂、山地众多的特点，构筑防线，阻止秦军。在半年多的对峙中，秦军始终无法攻破李牧的防线。王翦清楚，要想彻底击败李牧，必须从赵国朝堂入手。于是秦国加大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，施行离间计。郭开开始在赵王谦面前大肆诋毁李牧，他捏造各种谎言，说李牧与秦国有私通，意图谋反，甚至说李牧在战场上故意放水，想要保存实力，等待时机自立为王。赵王谦本来就昏庸多疑，加上郭开的谗言如同毒药般侵蚀着他的心智，他开始怀疑李牧的忠诚。他想起了长平之战的惨痛教训，赵括纸上谈兵，导致赵国大败。他更担心李牧功高盖主，会威胁到自己的王位。于是他多次派使者到前线，命令李牧改变战术，主动出击，与秦军决战。李牧深知赵军的现状，此时与秦军决战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他据理力争，劝谏赵王切勿轻易改变防守策略。他的坚持在赵王谦看来反倒成了谋反的证据。赵王谦的疑心越来越重，他不再相信李牧。他秘密下令派赵聪和严据接替李牧的兵权，同时罢黜了与李牧共事的司马尚。司马尚是赵国另一位将军，他与李牧素来交好，深知李牧的忠诚和能力。他坚决不肯接受命令，并向赵王谦解释李牧绝无二心。然而赵王谦已经被郭开的谗言彻底蒙蔽了双眼，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告。公元前229年，赵王谦终于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愚蠢的决定。他派使者前往前线，以有事相商为名召回李牧。李牧深知此行凶多吉少，但他别无选择。作为赵国的臣子，他不能违抗君王的命令。当李牧回到都城邯郸时，等待他的不是君王的嘉奖，而是冰冷的牢狱。赵王谦以谋反的罪名将李牧下狱。在狱中，李牧面对各种严酷的审讯，但他始终坚贞不屈，他问心无愧，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赵国的事情。然而在赵王谦的心中，忠诚早已被多疑和恐惧所取代。最终赵王谦秘密下令将李牧斩首。一代名将就这样悲惨地死于自己君主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下，而司马尚也因此被罢黜。赵国自毁长城，将自己最坚固的屏障亲手拆毁。李牧的死讯传到前线，赵军将士们无不痛哭流涕，士气一落千丈。他们知道，没有了李牧，赵国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抵挡住秦国的铁蹄了。公元前228年，王翦率领秦军势如破竹，大败赵军，攻克邯郸，俘虏赵王谦。立国近200年的赵国至此宣告灭亡。回顾李牧的一生，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赵国。他在北方边陲默默坚守10余载，用坚壁清野的策略，将匈奴的劫掠变成了自身的消耗，最终以一场惊天大胜换来了赵国北境10多年的安宁。而后他又南下抗秦，2次击败秦国名将，让秦军闻风丧胆，为风雨飘摇的赵国续命。他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将军，他懂得隐忍，懂得策略，懂得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他的国家，
保卫他的百姓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、智勇双全的将领，却最终死在了自己君主的屠刀之下。这不仅仅是李牧个人的悲剧，更是赵国这个国家的悲剧。李牧的死，成为了赵国灭亡的直接导火索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秦国最终统一了6国，结束了战乱纷争的时代。但每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，李牧这位悲情的将军，他那被误解的隐忍，那惊天动地的谋略，以及那最终被背叛的忠诚，都如同史书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让人扼腕叹息。李牧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的强敌，更在于内部的稳固与否。君主的贤明与否，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。正如那句古老的箴言所说，自毁长城，何以为继？李牧的悲剧是那个时代无数忠臣良将的缩影，他们的命运往往被卷入时代的洪流，被君主的猜忌所吞噬。而我们作为后人，只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才能让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起来。